这是岛国人民最新研发的赌命游戏，把10个人用绳子捆住，然后在高空中同时放下，其中只有1个人可以活下来，剩下的9个全部摔成肉饼。2020年，随着东京奥运会的结束，岛国的经济开始失去控制，国家债务超过了1500兆日元，通货膨胀导致物价上涨，全国失业率已经高达40%，大部分的商业技术被外资大量收购。如今，在这个国家，穷人已经很难生存，只能被无情的践踏，其中大部分人选择了互相依靠，勉强的苟活于世。这其中也包括了曾经的传奇赌徒铁柱，因为国家经济不景气，现在的年轻人能有份稳定工作，已经是非常奢侈的事情了。可铁柱怎么也没想到，农民工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，却要被劳务公司分走70%。你们是不是有点不要脸了？我们一天累死累活挣点银的，还得让你们凑走70%。就在这时，公司的老板黑崎走了出来，他同时也是 DI 集团的会长。铁柱大小也是见过世面的人，他上前与黑崎理论，可哪成想，黑崎常年混迹于资本阶层，根本不管这帮穷人臭毛病。我告诉你们啊，能干就干，不能干都给我滚犊子！能来到这里做苦力的，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老百姓。也正如黑崎所说，他们一旦离开了这里，再想找份工作，基本上是难上加难。如今的铁柱受尽了屈辱，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他想买一罐冰啤酒，可由于通货膨胀导致的物价上涨，一罐啤酒的价格已经涨到了1000块。铁柱犹豫再三，最终还是没能抵挡住诱惑，坐在角落大口的喝了起来。在这里，他遇到了曾经的劳工班长。柱子，好久不见呢。俩人来到了一家餐馆，班长请他吃了一份午餐牛肉。穷困潦倒的铁柱已经很久没有吃过如此美味的食物了。岛国地区目前的状况大家都非常了解，所以现在想要挣点钱哪有那么容易。其实班长这次找到铁柱是有一个机会想要跟他合作。柱子，我这2天联系个大伙，看着没？空前绝后大乱斗巴别塔，据说奖金可以达到10个亿，但有一个条件，你要是赢了的话，咱哥俩21天作5，一人一半。相比于之前的黑棋，班长也算是良心了。这个挑战是一个年迈的富豪主办的，目的就是为了平息当下年轻人对社会不满的暴动，给他们一次人生逆转的机会。关于挑战场地，班长已经通过内部消息打探好了，所以铁柱有足够的时间提前制定计划。在挑战当天，眼前的广场会立起一根杆子，大概有8米长，而杆子的最顶端就放着人生逆转卡片。随着一声枪响，横滨第4码头13号仓库的条幅落下，上面显示的地址正是这次游戏的目的地。现场来了很多年轻人，他们以100米3个尖的速度快速地冲向了横滨码头。而铁柱此时因为提前得知消息，他趁其他人不注意，转身来到楼顶，然后在2栋楼之间架起了一根横梁。看着下面疯狂往上爬的人群，铁柱微微一笑，然后一步一步地向着卡片靠近。可就在这时，一架无人机飞了过去，准备用机械臂将卡片摘下。眼看着奖金就要被别人拿走，下面的挑战者慌了，他们开始用各种东西咣咣砸无人机。也恰巧就在同时，楼顶的铁柱被发现了。铁柱是目前离卡片最近的挑战者，为了阻止他拿走卡片，大家来到身后开始摇晃横梁，根本不顾铁柱的死活。危机时刻，他纵身一跃扑向了卡片，可结果却没抓稳，掉了下去。其中一名挑战者接到卡片后欣喜若狂，本以为自己可以就此走上人生巅峰。卡片的正面是高达10亿的奖金，而背面是魔法之石，里面隐藏着绝密信息。他刚要按下按键，但却发现这张卡片似乎没有反应。主持人这时走了过来，原来他手里的卡片经过了特殊工艺，只有第一个碰到的人才可以开启。大家抢了半天，结果空欢喜一场，还是铁柱拿到了最终名额。班长看着铁柱赢下比赛，可给他乐坏了。本以为5个亿奖金到手，但没想到铁柱最后并没有选择奖金，而是选择了卡片的反面，一个蒙着神秘面纱的绝密信息——魔法之石。铁柱拿着卡片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别墅，进去后，一个女孩走了过来，她叫加奈子，是上一届的冠军。对于铁柱做出的选择，她非常好奇，为什么会放弃巨额奖金，而是选择了虚无缥缈的绝密信息呢？其实铁柱早就看清了一切，在当下这个社会，钱已经变得不重要了。之前就有人因为获得了巨额奖金，现在已经被杀害了，所以铁柱明白，能获得绝密信息要比钱更加重要。铁柱的看法得到了加奈子的认同，和铁柱
柱一样，他也放弃了巨额奖金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坐着轮椅的独孤残老人被推了出来，他就是这次活动的主办者东乡会长。东乡会长之所以会举办这次活动，就是为了寻找2名同时拥有运气和野心的人去参加一场豪赌。因为国债问题，目前岛国政府正在密谋一场财政计划，他们私下封锁了银行存款，并且限制了老百姓的资金存取。说白了就是老百姓存到银行里的钱即将变成废纸，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岛国首相的秘书高仓所为。他们要用国民财产和国债进行相互抵消，然后再发行新的货币，取名地元。目前大部分资本家已经提前得到了内部消息，他们把钱全部换成了黄金，准备逃往其他国家。而东乡会长虽然也收到了消息，但却并没有选择离开，因为他得了绝症，他想在最后一刻再为国家做点贡献。距离政府的法案发行还有10天时间，所以东乡希望铁柱和加奈子能帮自己去参加一场500亿的豪赌，赢了以后他就可以拿这笔钱和自己剩下的500亿资产去贿赂政府议员，推翻法案。了解了事情原委，铁柱起身就要走，因为这件事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可当秘书说出DI 2个字时，铁柱突然停下了。原来这次豪赌同样是 DI 集团举办的，而且负责人正是当初剥削劳动者的黑崎。铁柱听后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，啥也别说了，我必须干黑崎，但是一旦赢了以后要给我多分点钱。 No problem， 没有问题。东乡同意了铁柱的要求。这次游戏的主题叫最后的审判人体秤，说白了就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博弈，谁有资产相近的2个人会把钱全部换成黄金，然后通过天平最后的重量来决定胜负。最终一个人将获得全部资金，而另一个人宣告破产。这个游戏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有后援团，可以是家人、朋友或者投资人。游戏的胜负关键取决于你能拉来多少后援团，然后就是现场的观众，他们会向自己看好的天平下注，一旦赢了就会获得双倍赌金。铁柱想提前进去看一下会场，但秘书却说里面现在正在维护，而且除了工作人员，在比赛当天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进入。几个人走着走着，铁柱发现了 DI 集团的另一场赌博游戏梦幻跳跃。这是一场逆转人生的赌命游戏，面对的玩家都是走投无路想要自杀的人。游戏开始前，10名参赛者会被捆上绳索，然后同时从高空落下，但其中只有1个人可以活命，并且还会获得巨额奖金。铁柱几个人走进了梦幻之跃的会场，一场死亡赌博即将开始。台下坐着的同样还是全国各地的富豪，他们把赌金分别压到了自己看好的选手身上。此时高空中的10名选手已经准备就绪。短短几秒钟，10个人瞬间死了9个，只有1个人被绳子拉住了。台下的观众有的开始呐喊，有的大骂晦气。穷人的生命在他们眼里如同儿戏。然而观看这场赌博的还有政府的秘书高仓，看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瞬间死去，他非但没有同情，甚至还笑出了声。看着高仓一脸兴奋，黑崎走了过来，怎么样领导啊，刺激吧？这个游戏就是我设计的。原来政府官员多半已经和 DI 集团勾结到了一起，听说东乡要来参加人体秤的挑战，黑崎希望高仓能够助他一臂之力。就在这时，工作人员拿来了监控录像，听说东乡又找了一个帮手。黑崎定眼一看，哎呀，这不是当初跟自己五马长枪那小子吗？听说了他叫铁柱。黑崎很快想起了这个名字，原来曾多次打败过 DI 集团的人就是这小子。行啊，咱们走着瞧。而铁柱此时已经回到了东乡的别墅，几个人开始制定接下来的人体秤计划。关于后援团，东乡找来了自己的朋友，还有银行的资助。可目前最难的却是家人，他现在除了一个弟弟外再无亲人。但没想到秘书却把铁柱叫了出来。据说在多年以前，东乡会长有过一个情人，并且2个人还生过一个孩子。可没过多久，东乡就把他们给抛弃了。作为分手费，东乡当时给了这个情人一幅价值连城的画，如果找到这个情人或者是那个私生子来支持东乡，获胜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。但这些往事都是东乡不愿提起的，所以铁柱只能暗地里去寻找。根据秘书提供的地址，铁柱来到了一片贫民窟。他从一个大爷的口中得知，当年东乡的那个情人现在已经病死了，只留下了一个孩子，至今下落不明。在回去的路上，铁柱被人盯上了，一伙劫匪将他绑到了放有无人机的仓库。为首的年轻人叫阿泽，是当初参加人生逆转游戏的参赛者。听说铁柱现在有了巨额存款，阿泽为了振兴家族企业，便带人把他绑了起来。小小年纪你不走正道，铁柱对着阿泽一顿谆谆教导，没想到竟然把他说的声泪俱下。行了，别哭了，想挣钱以后就跟着我吧。就这么的，铁柱把阿泽几个人收入麾下。时间很快就到了
了最后的审判。这次的对决是东乡与黑旗之间的一场豪赌，现场也来了很多围观群众。比赛的规则是这样式的，双方的对战时间从12点到17点，一共5个小时，只要在规定时间内下入的所有赌注全部有效。比赛开始前，参加对决的选手会在现场公开拉票，目的是为了能够得到观众的支持。下面进入第一个环节，来自于双方朋友的后援团。首先是黑旗的朋友，抱着一箱又一箱的金条走了进来，但铁柱很快发现这些人跟黑旗根本就不熟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应该都是他所雇佣的劳工。可到了东乡会长这边却出了大问题，原本制定好的计划全部被打乱了。其中一个朋友因为个人原因倒戈向了黑旗阵营，还有一个带着上古神器来到了现场助阵，但结果却被告知价值无法估算。很显然是黑旗与高仓勾结做了手脚。接下来到了投资人环节，支持东乡的银行原本答应他会给他10个亿的资助，可没想到却临时变卦，只给他送来了5000万。由于黑旗的暗箱操作，此时天平的重量已经压过了东乡。接下来到了家人环节，为了能赢得这次比赛，黑旗在3天前和一个富豪的女儿结婚了，并且还带来了100亿支持。可反观东乡，他无儿无女，目前只有一个弟弟在港区，有一片价值50亿的地皮。但万万没想到，当评估报告拿出来的那一刻，却只换了1根金条。毫无疑问，又是黑旗和高仓从中作梗。铁柱这时突然意识到了不对劲儿，黑旗竟然对东乡的计划部署了如指掌，莫不是自己这边有人通风报信儿？正说着，东乡的秘书抱着一幅画走了出来，没错，他就是内鬼。但同时他还有另一重身份，那就是当年被东乡遗弃的私生子。为了报复东乡，所以他在身边潜伏了这么多年。时机一到，他把那幅价值连城的画送到了黑旗阵营，可没想到鉴定师却说这幅画一文不值，因为是东乡为自己的情人亲手所画，所以并不值什么钱。东乡把事情的原委都告诉了自己的儿子，原来他当年并没有抛弃这对母子，一直在苦苦寻找。知道了事情真相，秘书幡然悔悟，虽然这幅画不值钱，但画框还值半枚硬币，不管怎样都要投上去。秘书拿着半枚硬币扔向了东乡的天平，但没想到却被弹了出去。根据目前的重量来看，黑旗至少要比东乡多出了价值100亿的金条。身经百战的铁柱知道这场比赛会十分艰难，所以在一开始就为自己留了后手。他在东乡的所有资金里偷摸地留下了10个亿用来翻盘。眼看着现场的形势出现了一边倒，就连台下的观众也把金币压到了黑旗身上。没办法了，铁柱决定用这10个亿现金去参加另一场赌博——梦幻之月。在这里，他遇到了曾经DI集团的会长马冬梅。马冬梅将梦幻之月的获胜方法告诉了他。时间不多了，铁柱几个人快速跑向会场，因为目前只有他1名选手，所以奖金翻了10倍。就在此时，监控室突然停电了。没错，是铁柱吩咐秘书干的。只要操控室停电，就再也不能操控现场的机器，所以比赛结果必然和上一场一模一样。而与此同时，加奈子在垃圾箱也找到了上一场比赛的获胜号码，他通过手势传达给了铁柱。铁柱考虑再三后，选择了9号绳子。另一边，黑旗本以为自己获胜了，可没想到铁柱却突然带着100亿奖金回来了。他让阿泽几个人通过无人机把金条运了上去。到了最后时刻，铁柱代替东乡走上了天平。此时2个人的重量相差无几，可就在关键时刻，钟表上突然滚下了1枚硬币，铁柱略胜一筹。当他捡起硬币的那一刻，却发现只有半枚，这正是刚才秘书用画换来的。比赛结束后，铁柱拿着奖金帮东乡完成了遗愿，成功阻止了政府的阴谋。同时，他和加奈子也分得了巨额奖金。在临行前，加奈子让铁柱在2个箱子里选一个。毫无疑问，铁柱还是选择了最大的。他还像过去一样爱钱，但结果铁柱又被耍了。当箱子打开的那一刻，铁柱发现里面竟然装满了矿泉水。